徐总，最新消息，您让我们一直找寻的那个女人，她挂在假身份证下的银行卡，在北市有交易记录了。一年了，还挺能死。你说了不算，我自己的男人我自己挑。老板，我要这里最好的男模。是生气。快走啊，要塌了！姐姐，姐姐，看我，姐姐，看我，看我。哇，好哎！哈哈哈哈！姐姐选我。是他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知道，你是来解救我的新狼狗。收下。从哪冒出来？谁呀？这是？你懂不懂规矩？出来截胡是吧？小狼狗，你可别让姐姐失望了。你喝醉了？我很清醒。资质尚可，服务较差。好得很。他叫什么？人在哪儿？抱歉，老爷子切断了我们的追查，说让您安心与夏家联姻的事。你觉得我会娶夏家那个女暴龙回家吗？你给我绕开爷爷，偷偷追查，务必要找到他的下落。是。姐呀，你能不能在乎一下自己的形象啊？回国这几年里，你把你家老头安排的相亲对象全打跑了，现在全部都叫你女暴龙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少来点找死的，免得影响我夺回夏家股权。可问题是，这次你爸找的是许氏啊，找谁家都没有用。姑奶奶，我不结婚。那你还顺着你家老头的意思？不是吧？怎么，你想把许大少也打跑啊？这都是万不得已的计策，有道是先礼后兵。我要让许燕主动退婚。妈，我没事，再有2个月，我马上就能转正为许氏集团的正式员工了。妈，我还在忙，先挂了。我许哥最讨厌业务能力差的蠢人，你照着这一套做就完事儿。
所以我们真的灵魂交换了？你已经问第7遍了。哎呀，人家害怕嘛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你看我像知道吗？哎呀，不是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静啊？不冷静怎么想办法？你以为我不想出去吗？里面的人不要着急啊，维修的人马上就到了啊。好。完了，又要挨骂。夏诗诗，几点了？知道哪去了？赶紧滚！我们被困在电梯里。谁呀？拜托，我十分需要这份工作，求求你帮帮我！你能别用我一张高傲脸做恳求状吗？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了，马上过来。谢谢。扫一下吧。我是综合部实习生夏芝芝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秘书部夏之月，第1天入职。啊，那还好。不过我有许氏股权，虽然刚到秘书部，却要直接参加高管会议。等会儿你参加。我去高管会，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。正好，不需要你会。那我要是闯祸了，把你工作弄丢了怎么办啊？求之不得。总之，你做好自己就行了，不用顾及其他，甚至可以为所欲为。进。总裁，今日高管会的资料已经整理好了。对了，夏家那边为了促成婚约，已经将夏小姐塞入了秘书部，今日入职。老规矩，直接送走。明白。徐总，与其你这样将老爷子安排的千金们一茬又一茬的请出去，还不如一劳永逸。你也知道，我是夏家的养女，也算是半个夏家人。夏许两家的联姻难以消除的话，不如由我来假扮你的女朋友。不必，照常处理便是。记住，别太过分。我做事您放心，高管会后他就得走人。这可是许氏集团，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金饭碗，我都是挤破头才得到个实习的机会。就算3天2头被人骂，我还是咬牙忍着。你居然这么不当回事儿！乙之蜜糖，甲之砒霜，你不用惊讶。这个我得收回。哦，好。夏家大小姐，会议要开始了，赶紧的吧。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份工作，可是我真的超级在乎，求你一定要帮我保住这份工作，拜托。知道了，快去吧。哎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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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让！都说了让搞什么闹啊！这是开会要用的文件。对不起。这就是新来的，没眼色，好丢脸啊！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文件徐总已经看过了，稍后就会下来。会议开始吧，有请市场部。南城子公司上市已发行股份4100万股，募集资金19亿，对应25年利润不到20倍，值得追进。我们这里有一份机密文件。我在哪？他们说的每个字我都听清楚了，可为什么大脑皮层一点留痕都不给我？秘书部的人上班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吗？干嘛都看我呀？秘书部的人又不是只有我一个，
干嘛？还不快去给总监倒水！你干什么？你这样的人也能在秘书处上班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不适合做秘书就不要强迫自己。我看你可以离职了。就因为倒了杯水，我就要离职吗？ no， 快展现你女暴龙那一面，给许燕好好看看。出了点小意外，你要的报表都被这新来的给毁了。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许氏集团不接受不专业的人。你现在可以去人事部办离职了。太可怕了，这就离职了。幸好夏之月本人不在乎这个工作，要不然……这香味。 你是夏之月，你居然是夏之月！是我。总裁，您是有什么事吗？奇怪，他为什么会对我一脸陌生的样子？难道是看这里的人知道我哪事？辞退的事情我亲自来处理。会议继续，徐总的时间宝贵。不，没有辞退，安排一下，夏之月调到组织办公室，以后他跟着我。是，你跟我来。 这是什么情况？夏之月，她居然是传说中的女暴龙？看不出来呀，就是她跟我们总裁有婚约。肯定是她，你没看徐总把人抱走了？天哪，太直接了！完了完了，我的前途无量了！素雨姐，我是不是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？慌什么？口头婚约而已，他们又没订婚。目中无人的夏之月，今天居然装起柔弱小白花，他一定是看上许燕，怕被嫌弃而装乖。不行，我得拆穿他。许燕必须得是我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夏小姐很眼熟啊。啊？是吗？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爸爸。 我等你出现很久了。不，还等我？我去，这他妈是纯纯职场性骚扰啊！你给我自重！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！报警？自重？我也没认错人啊。徐总，这是夏家小姐的档案，信息不多，但她是1年前从澳洲回国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她不记得我了？夏芝芝，我的工作总结你写好没？耽误了我上交，你负得起这个责吗？你的工作报告为什么要我写？你有病吧，实习生！我让你写就写。你又不是我领导，凭什么给我安排工作？行，你给我等着，等张主任从楼上开会下来，今儿就叫你滚蛋！
他后台很硬吗？能使唤得动张主任？他是张主任的好兄弟，你得罪了他，就别想转正。夏芝芝，我要是你，就赶紧让他认识，兴许还能苟活几天。认错不可能，离职更不可能。祖宗啊，拜托你可千万别是把徐总打了喊我去收拾烂摊子。胖子，你立刻到16楼综合部办公室，给一个叫夏芝芝的实习生升职。夏芝芝，谁啊？哟，某些人居然还在，倒是挺能忍的。丽丽姐，你又回来了呀？是新包吧？看着就是限量款。就是限量款。哎，没办法，我男朋友非要给我买，说是专柜配货，却配了3个月呢。我的包，不好意思，没注意。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包有多贵？这可是奢侈品，你装回来你赔得起吗你？丽丽姐，你就别跟你计较了，他今天要被辞了，开除就对了。就像他这种穷鬼，也配进许氏集团？等等，你说这包我买不起，你确定？林格文田中物太补，锁扣开合生闷的像地摊货，100块不到的男油货，也好意思炫？你一个实习生懂什么叫做奢侈品吗？正品5金链接的卡扣细，你这镀层薄的都快露头了。正品的客槽有镶嵌的，你这都有毛边，看样子我还说高了。F 款，100块钱批发4个的那种。我是不是眼花了？这还是那个平时生都不敢吭的实习生？实习生临走之前疯狂一下，有人正常吗？这可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包，要诽谤我男朋友？男朋友关我屁事，还需要诽谤他？哎，领导来了，快快快，工作。怎么说话呢，夏芝芝？有钱。张主任不问缘由，上去就让我认错，难不成你是她男朋友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莉莉小姐的男朋友可是21从江朝江总监的得力助手汪准。哦，买得起，那就是你男朋友觉得他用着了。老板，江总监来了。哟，江总监，您怎么亲自来我们这小地方了？有什么吩咐，您让王助理打个电话就行。我去，张超，你喝咖啡怎么喝一身啊？小是听说您到来了，我激动的手抖了。您来我们这儿是啊？谁是夏芝芝？是我呀，男朋友。男朋友？我不服！你疯了吧你？他在发什么疯啊？胖子，配合我一下。丽丽姐，你刚刚不是说要让你男朋友罚我吗？来跟我们家江潮说呀。你那30块的赝品包我是赔不了，要不你找我男朋友要呗？那个说笑了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对，都是误会。夏，不，你有这样的情况，你早说嘛！团队里大家也好多关照你嘛。早知道你跟江总监……我哪有？没关系，我会牢记团队的关照的。走吧，男朋友，我衣服都湿了。你换的衬衣吗？借我一身。不是姐妹儿，你谁呀？你祖宗。一个祖宗塞给我另一个祖宗，都扩爹！哼！我操！你偷我月姐手机！胖子，你是减肥把脑子减没了吗？是我月姐叫我胖子，你凭什么叫我胖？
你是夏之月，还不算太傻。这不科学呀！我也想问呢，稀里糊涂一换身体，受一上午气。衣服。哦。嘿嘿，姐，你骂他们不能骂我呀。换身的确荒谬，但实际已经发生了，就得接受。我会想办法把身体换回来，但在此之前，你得把嘴巴给我闭上。包的呀，姐。就是另一个你，人呢？救命啊，姐妹！总裁他性骚扰我。总裁？我许哥？刚才什么声音啊？啊，路过的猪叫。你说姓许的性骚扰你？我确定啊，他甚至今天晚上还要搞什么订婚晚宴。他和我扯什么不然，还说等我很久了。现在他派人来看着我，还丢给我一身礼服，让我换上跟他走。哎呦，我真的要疯了！姐，你说该不会霸总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喜欢强制爱吧？听着，我不会跟这个人结婚。你先换上衣服跟他过去，然后只管搅黄了这玩意，要多混有多混。出了事我给你兜着。你确定？确定以及肯定。走。去哪？订婚宴，跟我的未婚夫小人。蛋糕？真订婚啊？这么草率的吗？完了，他真要订婚！救命！我马上到，别怕，直接动手搞砸他。搞砸？要怎么搞砸呢？直接开锅行不行？害羞怯和1年前的强势完全不同，外界却传他是美国，他是故意伪装。你怕我吃了你啊？又是我今天跟水过不去了是不是？水你也不用这么用的吧？秋婉，你疯了！这是你未来大嫂。我不同意，哥，谁嫁给你都行，这个福你不行。你以为我很想嫁给他？泼我水是吧？你别碰我！订婚，我同意了吗？夏之月，你在胡闹什么？今天可是许家和薛家的订婚宴。让开！他都说了让开，都听不见吗？你没事吧？乡愁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女朋友，她无聊才叫我来的。女朋友？谁啊？是我呀。那个男模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而且还和胖子熟络。等等，胖子刚刚喊他许哥，难道他是要和我联姻的那个许燕？你俩，你俩怎么可能是男女朋友？总裁，你为了拒绝我，什么人都能拿得出是吧？前有夏之月，现在这么一个穷丫头，也太不挑食了吧！亲爱的，你不做点什么吗？亲爱的，你不做点什么吗？徐婉，虽然你是我许哥的妹妹，但是你出言不逊，我很不喜欢。现在立刻马上向我女朋友夏之道歉。让我道歉？徐婉，道歉。哥，
你不仅要向江潮和他的女朋友道歉，还要向夏小姐道歉，你更要向今天的东道主道歉。就因为你乱发脾气，导致你二哥和薛小姐的订婚宴已然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招魂啊！小月，干什么？薛想起，他身上也有。我是他未婚夫，我带他去看医生。我可没听知月说过他有未婚夫。看医生这件事还是交给我们吧。作为始作俑者的哥哥，您还是处理烂摊子比较好。愣着干什么？帮忙啊！是个，帮个忙。这他妈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我。他叫江潮，我发小，自己人。咱俩灵魂互换的事情他知道。啊？嗨。想问什么就问吧。姐，是不是你仇家特别多啊？还好吧。那女疯子上来二话不说给我泼一身，这叫还好？徐婉对江潮爱而不得。他平等的嫉妒着江潮身边每一位女性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丫头太过偏执，让你受累了。您客气。苏雨如果给你使绊子，不用客气，以牙还牙就是了。总经办主任苏雨，他也是你的仇家，难怪他今天对我不客气。他可算不上仇家，不过是个自卑作祟的小丑罢了。哎，徐总，您没必要把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。区区旁系，竟想着蚕食许家本家过去，就当给他个教训。这会让许二少记恨您的。没这桩事他就不记恨了，随他。哦，夏之月能查到的信息有限，那就换个切入点试试。您的意思是，江潮的女朋友和他看起来很熟，从他那里挖一挖。哼，你就住这种地方？我这个房子呢，麻雀虽小，但五脏俱全。江总监要是看不惯的话，可以跟人事部商量一下，把我工资稍微提一提。不靠玄学改命了。若是总监大人肯报点金币，慰责一下我这个牛马，那么您就是我的财神爷。好说好说，就是吧，得等你转正。说到玄学改命，应该不会我们换身是因为你的玄学大阵吧？我要是有这个本事，那我直接跟徐总换身，然后享受躺平人生不好吗？干嘛要和你换？那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！我月姐可是夏家千金，一样躺平还要打工，图什么？你就当我闲的吧。行了，收拾你的必需品，其余的就留在这里跟我走。我去哪儿？去过你想要的躺平人生啊！哇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美梦成真，别发呆了，刷卡了，还给我买？放心，不用和他客气，反正他也不亏待自己。去吧。他怎么会在这？这双鞋是我们这一期的秀款，整个东部片区仅此一双。夏芝芝，哟，这不是给我们帮耗材跑腿的实习生吗？怎么，你们很熟吗？这我之前说的前女友。夏芝芝，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一个奢侈品店而已，我怎么就不能来？这地方的消费动辄数百万，就你这身无分文的实习生，怎么可能消费得起？我劝你啊，不要爱慕虚荣。亲爱的，你这话可不对啊！他来这里啊，就是想钓一个有钱的大叔，赚点零花钱嘛。怎么，日子不好过，看谁都像同行啊！夏芝芝，你怎么跟我女朋友说话呢？她是好心提醒你，怕你误入歧途。一个吃软饭的软饭男，脸皮够厚，人也够铁。你帮我包起来。慢着，这双鞋我要了。先来后到，你没有素质吗？你跟我讲先来后到，这双鞋你今天买不到，懂吗？
艾小姐，蠢货，怎么什么人都敢放进店里？高定只能卖给尊贵的 VIP， 艾小姐每年消费超100万，还不赶紧把这双鞋给她包起来？不好意思，不管是男人还是鞋，只要本小姐想要，就没有拿不下来的。徐总放心，我会找机会让他懂得做人得谦卑一些。扔进垃圾桶的男人，你当宝贝，快拿走。至于这双鞋，你还真拿不下。我不仅要这双鞋，你们这个品牌今年所有新款高定我都要了。这是全球只有4张的品牌 VIC 卡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。品牌 VIC 可是都有姓名记录，要是你不信，去查证。这张卡的主人是不是姓夏？确实是夏小姐。好，就算你有资格买高定，但是这一季的高定加起来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光是这一件高定就价值600万，你吹牛过过脑子行吗？那你看我买得起。夏之月，哎，来了呀！卡，哦，买单吗？夏家小姐，我是我们店的销冠，也是副店长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不必了，今天我所有购物指标都算在他名下。李家祥，你不是说你前女友是个穷丫头吗？芝芝啊，我以前不知道你喜欢这些，以前我都没见你穿过。因为你不配啊。你，你谁呀你？闭嘴！江总监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要在陪我的实习生女朋友夏芝芝购物。实习生女朋友，这么猛？徐总，夏芝芝的信息查到了，她是本市普通家庭工大应届毕业生，毕业后通过校招进入许氏综合部实习，背景干净，履历普通，社交圈十分狭窄，并不与上流人士接触。没有交集。他和夏之月可亲密无间啊。这也是我糊涂的地方，但我实在查不到他们有什么交集。但昨晚夏之月、夏芝芝确实住在了江滨豪宅，还与夏家小姐同进同出。没有交集，却拥有夏之月的 VIC 卡，还能刷夏之月的黑卡，他们俩，有点意思啊。怪不得两个人身上都有一样的香气。哦，对了，更好笑的是，江总监说夏芝芝是他的女朋友，可是我也查到他们俩之前并无任何接触的痕迹。江潮可能是游戏人间，不过但也有可能是一见钟情。没事了。哎，等等，啊，今晚是不是有鉴宝会？哦，有的，蓝会所截止昨日共发来7次邀请，但都被你拒绝了。通知一下，今晚我要出席。好，另外通知夏之月陪我去。是。姐，你和徐总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昨天都闹成那个样子了，今天他居然还点名让我去参加什么鉴宝活动。哦，哎，你说他这么死缠烂打，该不会是想找个机会秀一下财力吧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因为你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奢侈品管理专业？什么？哦，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这种专业？因为花钱也是一门技术活呀，宝宝。可问题是我不会嘛。哦，艺术这玩意儿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碰的。这都画的什么东西啊？徐总，夏小姐是奢侈品专业的高材生，不知道这幅画我值不值得拿下？徐总，真要听我的建议？当然。我觉得吧，这厚重的历史与不可复制的时光，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。徐总如果真要买画，不如选我们自己的国画吧。老祖宗的画，可不是这些幼儿园的玩意儿能比的。
你要撑住，撑住！不应该啊，这话可是夏夫人做的，她居然这么看不上。难道她在夏家受了这位继母的气？诸位，今天的第一件拍品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珠宝，金丝镶嵌工艺，其主矿来自缅甸梦索矿区的无烧8克拉红宝石。什么？哇，红宝石啊！天啊，难得啊，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。夏小姐，给个指导意见吧，价位多少比较合适？哎呦呦！哥，你要买珠宝，不应该问我吗？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草包，他是看不懂这件宝物吧？徐婉，夏小姐可是伯明翰大学奢侈品专业的高材生，太失礼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么，请问夏小姐，这件宝物值得我们许家出手吗？这件珠宝，我不建议拿下。夏之月，你那奢侈品高材生的名头，怕是花钱砸出来的吧？我如此难得的净体歌血红，你竟然不建议我们拿下？你到底懂不懂奢侈品啊？什么？这竟然是净体歌血红？纯度太高，分量太大，谁敢往歌血红的方向想啊？许小姐可真是好眼光，哥，连歌血红都认不出的夏家小姐，怕是没有资格进我们许家大门。她有没有资格进许家的门，和懂不懂奢侈品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至于夏小姐为什么不建议购入这件珠宝，我相信她一定有她的道理。你就纵容她吧。首先，我对许家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。其次，这件珠宝它真的不适合收藏。维多利亚时期盛行哀悼珠宝，用宝石封存死者的发丝用于祭奠。这件珠宝金丝雕琢泪滴状，是典型哀悼珠宝的特征。所以就算是歌血红又怎么？许家难道要收藏晦气吗？还好蓝会所的邀请函夏家也有，这是今晚鉴宝会上会出现的4件拍品珠宝。鉴定内容我给你写好了，你背下来。你厉害行了吧？嘚瑟什么呀？哼！有人以珠宝悼念亡者，有人以珠宝封存旧情。夏小姐，不妨帮我鉴定一下这条手链。夏小姐觉得这条手链价值几何？完蛋了，这题超干了，怎么办？维多利亚的珠宝你能给我建议？这个就不能。他为什么不说话？对于我们的曾经，他是不愿提起吧？珠宝的价值向来都是因人而异的，没有故事的人只能看到它的用料和设计，而有故事的人用珠宝承载情怀。徐总一直戴着这条白花手链，想来价值不在金钱标的，而是它其中承载的故事吧。请恕我无法为承载故事的它去定义价值。夏小姐的确很懂啊，这手链与我确实重要，也的确承载了故事，就是不知这故事里的情绪，夏小姐能解读。大哥，你有病吧？我又不是修仙算命的，哪知道你这手链里有什么故事啊？这个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不是你，我怎么知道你的故事啊？不过我有条同款黑花手链，它里面承载的是我的喜欢。你多喜欢？
就是爱不释手，不可错过，否则我也不会购入了。啊，购入？对啊，购入。徐总，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？你再这样，我真的要报警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知月侄女，你在这里可太好了。今天啊，我带了一块玉石来，想让蓝会所帮我代牌，可是他们却不敢接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也懂鉴宝，要不帮我和蓝会所的掌事人说道说道？完了完了，死定了！这题不仅超高，还送命啊！可是伯伯，我今天还有事要忙，我要我还得陪徐总。阿月，也是自己人，咱们要不一起睡，对不对？走吧。张飞亲自邀请，不去也不合适。走吧，我陪你一起过去。那怎么办？我会露馅的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哎呦，肚子疼！知月侄女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！哎呀！张飞，抱歉，我现在带去医院，失礼的地方，日后我亲自登门给你赔不是。哦。别怕，我已经给你联系了最好的北周医院，也急调了专家，5分钟内我们就能到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楚香，走快一点。是。我只是想逃离，不是真生病。要是到了医院，我得当场穿帮啊！啊，徐总，我好像没有刚刚那么痛了，或许不用去医院，我休息一下就……不可以，身体的事不能掉以轻心。放心，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夏之月，就这么不相信我？我就是想打一个电话。生病使人脆弱，到这个时候想找家人，也是应该的。喂，芝芝啊，我生病了，我忽然肚子好疼，徐总正在送我去北周医院的路上，还说请了什么专家，总之我们马上就到了，你快来救救我！不是，陪陪我。这种时候，他第一个想要联系的人，居然是夏芝芝。怎么了？我和夏芝芝的事被暴露了。啊！徐总，您别太担心了，北市最好的专家都在这儿，夏家小姐一定会没事的。这都20分钟了，还没有消息。不行，我得知道他的情况。哎，徐总，专家们正在会诊，咱们还是再等等吧。你说什么？北周医院的院长是江潮的小姨夫。我也是才知道的，也幸亏如此，咱们才有机会扭转乾坤，要不然凉凉。如何 ？OK 了，刀也不用开，针也不用刺，就是吧，你得输点葡萄糖。哎，没事。我们已经做了会诊的评估，虽然急性阑尾炎发作，但情况并不严重，不构成手术指标，只需要输消炎液便可恢复。确定？当然。好，但用药务必使用最好的进口原研药。好的。徐总，谢谢你送知月来医院，我会陪着她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天也不早了，要不你先走。夏小姐，可否借我说话？
徐总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很好奇，你和夏之月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闺蜜啊，亲密无间的，不分彼此的那种。确实不分彼此，这同样的相信他是这样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关于他的情感状况？情感状况？你是指恋情，比如他是不是单身，对谁动过心，和谁有过情感史之类的？这些都是知月的隐私，徐总打听这些不合适吧？我想追求夏之月，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去了解。我听知月说，夏徐两家是上个月才谈起的婚约，为的是强强联合。徐总追求知月，为的也是两家利益，所以才履行婚约的吧？我追求他与利益有关。不为利益，那为的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你们应该也没有什么基础吧？你相信一见钟情？明明是一睡钟情，这贾南萌还挺纯情啊。所以，你既然是她亲密无间的闺蜜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要怎么做才能替她幸福？这么好看的人，还真有点舍不得你。还是给彼此留个回忆吧。夏小姐，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啊，我是想说，不知道徐总有没有听说过，知月是北城有名的女暴龙。阿德勒说过，我们所能看到的一面，是别人希望我们看到的一面。女暴龙这样的形象，应该是他刻意所为吧？没错，只有戴上暴力的外壳才能保护自己。夏家情况复杂，夏夫人偏宠义女苏雨，夏总也只是把她当成联姻的工具。为了不做联姻工具，他只能一次次献出，主动背上恶名。怪我。如果我能早些找到他，他应该就不会受这些苦。他找过我，但好在我已经找到他了，以后我会保护好他，他不需要再做什么女暴龙。我确实不用做女暴龙，但现在我得做夏芝芝。他现在追求知月，就等于在追求我身体里的夏芝芝，这不全乱套了吗？徐总愿意保护知月，我替他谢谢你。但是抱歉，我不能告诉你如何讨她欢心的办法。当然，我也不会告诉知月你对她的喜欢，甚至我还要劝徐总这段时间不要去追求她。为什么？因为知月的婚姻满是夏家对她的算计，在拿回属于她的股权之前，她不会轻易结婚，哪怕是你，也不能阻挡她战斗的决心。战斗？夏芷芷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她在夏家受欺负，你却劝我不要追求她，让我冷眼旁观。夏芷芷，你这么冷。喂，南城子公司生产出问题，需要咱们总公司专家支援，事情紧急，我已经打了电话报告，还得您内检测评。知道了。
南城子公司的项目和夏美集团关系密切，你是夏家的义女，就由你亲自走一趟。对了，把综合部那个实习生夏芝芝也带去。实习生？徐总，我不太明白为何要带上一个实习生啊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不行，我还是得想办法把身体换回来，要不然……我即刻出差。徐姐，你叫我留后宁夫他也太快了吧！你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吧？1年前的你，应该是为了对抗林一而买菜，现在为了不被操控，即使重逢也处处拒绝我。放心，会让你再一个人的。这事情也来得太莫名其妙了吧？这霸总的婚约不都是没有感情的吗？老天爷帮帮忙，让他放过我吧！楚特助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夏小姐，有人想给您一个惊喜，请吧。不用想也知道是徐总，希望他说的惊喜不是惊吓吧。Hello， 有人吗？我去，打扮成这样，徐总他这是要干嘛？需要来拯救你的小狼狗吗？所以这是给你买男模用啊。死变态！夏之月，逃避可不是个好选择。哎呀，你够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不要因为许家和夏家有什么所谓的婚约，你就不断的来骚扰我，还拿钱来羞辱我。本小姐再跟你说一次，我没有打算跟你结婚。如果你再对我性骚扰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我性骚扰你？啊！夏之月，1年前你睡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性骚扰？你拿1打美元揣到我怀里的时候就不羞辱我？你现在跟我装傻充愣，还说要报警？行，你报吧。你说什么？我睡了你？1年前？这是谁的手呀？你要不要看看手链上刻的字母？ZY 之月，所以我的黑花手链在你那里还好吗？这个我得收回。我的老天哪！原来你俩1年前就睡了。夏之月，1年前你睡了我，然后不告而别。这1年来我一直在找你，现在我要你给我一个说法。交代？我给你什么交代？我现在是夏芝芝啊，不是你的夏之月啊！难道我要告诉你我们发生的事吗？我
可是职业再三强调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能泄露幻身的。说话呀！少在这跟我装死！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徐总，我可能今天没有办法给你交代，因为我失忆了。你说的那些，我通通不记得了。什么？失忆？啊，1年前我撞到了头。你说的这些事情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如果你没有在骗我的话，那就是我全部记得了。伤得严重吗？啊，现在已经好了。徐总，你能放开我吗？徐总，我需要一个人冷静冷静，消化一下你今天给我说的这些信息，所以能放我离开这里吗？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楚特助送我就行。等一下，我的黑花手链在你那里，所以你的白花手链你还我。啊，真情信我，你给我也不敢要啊。都7天了，还修不好吗？这条生产线很多零部件不单卖，我们只能寻找铜批次废旧的机器，拆下放给原件来替换。这种大海捞针的事情，别说7天，就是1个月都不见得能有进展。绝对不行！许氏和夏氏集团交易的芯片都来自于这条生产线，可耽误不起。夏芝芝，徐总亲自点名让你参加的专家组，现在我遇到困难，你总得参与进来说句话吧？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数控专业的，整天在这里发呆合适吗？我倒是想参与，可我一个文科生给理工科出主意，生产线上的仪器，鬼知道都是什么玩意儿。夏芝芝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只是个实习生，解决问题你找专家。找我也没什么用啊。现在的问题不是维修技术，而是零件缺失。苏主任，我家有急事得先请假。不行，我告诉你，生产线的事情1天解决不了，我们就要在这待1天，谁也别想走。不是，这修不好就不能换个新的吗？换新，换一条新的生产线。夏芝芝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条生产线所涵盖的设备、仪器加起来整整上亿，你以为换灯泡啊？说换就换。设备厂家你能联系上吗？如果有库存，是不是可以立即换新？如果能够批款换新，且立即到账，10天就能换。难道夏家小姐，你是能联系上总部吗？批准换新吗？夏家小姐在1年内只有1次因为食物过敏而住过院，而后并无医疗就诊记录，也没听说过她发生过什么意外。夏之远没有对我撒谎的必要，他说出过事就一定出过事，想来应该和夏家有关，估计是夏家通过交涉消除了影响。那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调查吗？夏家刻意隐瞒，万一弄巧成拙，反而会给他带来麻烦。这样，调转一下方向，关注和整理夏家产业近1年来的所有财报。我需要知道他的困境是什么。明白。还有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咱们子公司的设备出现问题，不是由苏主任带队去专家组前去处理吗？现在生产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人也回到公司了，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是，换了一条全新的生产线。
换了？什么时候走的报批程序？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件事情？没走报批程序，因为不是我们出钱换的。不是我们，那是谁？夏芝芝。啊？那个实习生？你们听说了吗？夏芝芝自己掏钱给子公司换了一条生产线。可别逗了，这一条生产线可是要上亿呢。就算他和江总监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也掏不出来这个钱的。那可说不好。我这有个瓜，总监办的艾米你都知道吧？他跟着苏主任正如日中天呢，却突然就被调到了鸟不拉屎的海岛常住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不是得罪哪个后台老大了？不是后台老大，而是他得罪了咱们公司的一位实习生。啊，这位实习生该不会是夏芝芝吧？必须是啊！据说这位实习生手里还有黑卡。喂，是芝芝啊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嗨，请什么假呀？不就是晚点到岗吗？准了，咱俩谁跟谁啊？不客气。徐总，夏芝芝请假是要去哪？ 1年前，你不想做被家族联姻、遣返回国、任人摆布的棋子，所以给了自己一夜疯狂，结果演的男模是许愿。哇塞，这事儿要不是从徐总嘴里说出来，我觉得你铁定是个小说家。生活的狗血总比小说精彩，况且我们之间还换着身体呢。唉，但是姐，你好歹把这个消息也告诉我一下吧。你知不知道？ 在我这里，性骚扰的老板居然控诉我始乱终弃，有多惊悚啊！这是把我当日本人整了。主要是我来许氏上班前，也没人说要和我联姻的许氏总裁是那个男模啊。再说这种事，我也不好挂在嘴边上吧。也是，不过你们两个那样，这联姻还聚吗？聚，必须聚。 一个是我俩现在这种情况，另外一个就冲着联谊会让我损失股权，这婚就绝对不能结。哎，等等，姐，你能不能说的通俗易懂一点？我真的没明白，为什么结婚就会损失股权啊？通俗易懂讲就是，在我生日之前，如果我结婚了，我爷爷留给我的股权就会赠予我后妈生下的儿子。那怎么能行？再帅的人也不能挡财运。 从别人兜里掏钱，那就是贼。果然呢，豪门里就是恩怨多。他们确实是一群没有亲缘的贼。其实爷爷遗嘱我早就看过了，他们处心谋划我股权，我就装傻充愣，破坏自己名声，让自己嫁不出去。再过3个月，等遗嘱条例生效，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了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一战到底，夺回属于你自己的财产。就冲你这句话，也不枉我为了回来见你花了1个月。多少？徐总，这钱是夏芝芝自愿花的，你何必非要找他询问呢？一个没有背景的实习生哪来那么多钱？哦，我对许家的联姻无意，我那后妈可主动了。她约了许家人下星期一起吃饭。 一心想把这门婚事敲定。如果我不赶紧回来，你怎么应付他们？可是姐，那可是1个亿啊！我这辈子都赚不到那么多钱。你要是个男人该多好！我一定想尽办法争取，然后千方百计跟你结婚。不用嫁给我，我也会宠着你。3、4、6。我这辈子才不要什么男人，我只要你。哎呀，你可真是太好了。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会宠着你的。只是眼下有2件特别要紧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带你去参加餐饮方面的培训；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想办法把我们2个之间换回来。没问题，你想怎么办，都听你的。怪不得他能刷夏之月的卡，而且能把夏之月指使得团团转。原来他们是……
不能吧？会不会是咱们误会了？误会？啊！那可是1个亿！你告诉我，什么闺蜜能这样花钱？也是啊。不行，啊，我得做点什么。这么快，那冲下是男人还是我？不是吧？说好了让我冷静一阵子的，这才几天啊，怎么就……徐总，这是……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希望夏小姐赏脸。今晚与我共进晚餐。那个花我就收下了，晚餐就算了吧。我今晚有约了，啊，真的。天哪，我是不是耳朵坏了？我怎么听见他在拒绝徐总的晚餐邀请？夏家出名的女暴露，真是力大无脑，情商洼地啊！今晚夏小姐就不能为我改期吗？不可以，因为我和闺蜜早有约了。行吧，那我改日约你。这是徐总刚送的花，他邀请我吃晚饭，我拒了。玫瑰、茉莉，爱吃茉莉。好好的总裁不当，还真把自己当男模了。徐总，您看吃点啥？我们和你说一样。我来吧，看好了，夏家本是书香门第，只是到我爸这一代给废了。但我爷爷在世时最重规矩，也极为讲究，所以我可以不喜欢他们，但必须有礼仪。二位先生，这是你们的真爱1生情侣套餐，请慢用。是什么？真爱1生情侣套餐。疯了！只要小口喝，别一次喝太多。明白。真爱1生，他俩吗？看了一些关于灵魂互换的电视剧，那里面基本上都有2个条件，一个是天气天下。我们交换那天晴空万里，
没有什么特殊天象。那另一个是，peace， 无一例外。没有干什么？这事虽然听起来不靠谱，但为了换生，也只能如此了。试试。有点别扭。哎呦，麻烦你有点想象力好不好？你亲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那行。果然没用。啊，也是试了才知道没用的吗？不能吃啊！你对芒果过敏。可是我超级喜欢吃。哎呦，吃一口，吃一口，不能吃，吃一口，吃一口，不能吃。徐总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是来谢谢你给公司这样一条生产线的。啊，有问题就要解决嘛，修不好就换新的嘛。问题是1个亿，你怎么就……哎呀，是我让他买的，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，都不是问题。那个徐总，我们还有事得走了，您请自便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掰回来。哎，你完了！徐总这么如影随形，他铁定是要拿下你的。现在是要拿下我吗？是你呀！姐，你帮帮我！姐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徐总，救救他，他被砸到了。这附近有医院，我先送他去医院。你和楚江赶紧报警。是。徐总，那边。哎，家属赶紧填一下信息表。我不是他家属。还有身份证号啊！徐总，夏芝芝她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人已经送进去了，但情况还不清楚。护士让填表，但我不清楚他的信息。我来填。这是我的手链，他怎么会在夏芝芝的包里？谢谢四方大神保佑我姐，谢谢四方大神保佑我姐。拜托，我只是软组织受损，你不要一副我得了绝症的样子好不好？呸！不要乱说话！知不知道你晕倒的时候我有多担心你，我都急死了。我只是被砸休克了而已，还好有你在身边。有我在有什么用呢？我又抱不动你。是许燕抱着你送到医院急救的。也是他打电话通知我来医院照顾我女朋友的。姐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？许哥话里话外可都在点我。点你什么？
说什么好好保护女朋友啊，给足她安全感，不要让我女朋友过度依赖他人，影响他人的生活。姐，你影响谁了？答案不在你眼前吗？我刚才就在想，如果说今天真的出事了的话，到底是算他没了，还是你没了？倒也不是谁没了的事。如果我们真的换不回来，我一辈子都会是夏之之，那许嫣是不是与我就绝无可能了。我包呢？哦，在我这里。我手链在哪？这个包在给我之前，一直就在许愿手里。楚香，安排一下，我要单独见夏芝芝。好的，徐总。徐总让我一个人悄悄来这儿，是有什么事啊？夏小姐，解释一下吧。是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知月丢三落四，我帮他捡只而已。少了这些假话吧，我已经知道你们俩的事。你知道？你觉得我会看不出来吗？他还说什么受伤10亿忘了前程，还不是因为你们俩？说吧，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俩应该没串通你，他该不会来炸我吧？不说是吧？那我替你说，是从你进入许氏集团上班的第一天开始。你真知道？你俩在此之前毫无交集，而在那天之后亲密无间。你们俩开始的应该是那一天，而开始的诱因应该是不容易。厉害呀！没想到你还挺会观察的。你们应该早点结束这样的关系。我也想啊，这不办不到吗？办不到？是啊，这办法试了好几个都没用，我跟他依然还是，难归自我。他们是我？难道夏芝芝老花他的钱是为了让知月离开他？可这不对啊！知月明明之前是谁？怎么突然就……你干嘛这么盯着我？我在想，夏小姐到底是有什么魅力，令人神魂颠倒，情不自禁到如此地步。说到情不自禁，徐总的痴情的确超乎了我的想象。敢问，就这么念念不忘吗？徐总，您的咖啡。孙主任，徐总允许你进来了吗？徐总，您跟这个实习生……谁让进来的？出去！出去！为什么会心疼这么多？为什么不愿意？就这么念念不忘了？为什么会像是那样的感觉？是一样的香气。是眼神。我居然是个渣男！啊？这么说，我许哥知道了？他才刚知道。不过，他就这样不会爱错人，也挺好的。爱错人，哇哦！我月姐这是把许哥当自有物了。我怎么记得某人来徐氏的目的是要把婚事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此时此刻我依然想搞黄婚事呢？哇哦！我帅气多金、被公司女性垂涎已久的许哥，却会输给夏家股权，太惨了！
自己有钱才是硬气。芝芝不是去放文件了吗？这人呢？夏之，进来见我。进来。徐总，怎么是你？夏之月呢？徐总，我正要向您汇报呢。老爷子突然大驾光临，夏小姐已经下去接人了。亲家就安心吧，我那孙子阿言和你家丫头的婚事儿，我一定会促成的啊！老爷子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您知道，志远那丫头被我惯坏了。都一样，我那孙小子也不让我省心啊！哎，是我家那丫头，她倒是知道下来接咱们的。不错不错，长得漂亮，也懂礼貌，挺好挺好。董事长，我是徐总的新秘书夏之月，这边请。走吧，郑业。郑总，这边请。臭丫头，你故意让我在人前下不来台是吧？让您见笑了。是，年轻人嘛，任性调皮。我看见董事长和厦门集团的夏总来公司了，全部都给我带好，不许掉链子。我爸怎么来了？小夏，哎，你对阿燕的印象如何呀？董事长问的是徐总。哦，他很好啊，英俊帅气，又是行业精英，超级棒。老爷子可真有意思，见面求好评。我身为下属，敢说半个不好吗？听起来你对徐总印象不错呀。郑总说笑了，我对我们老板的赞美是发自真心的。既然觉得不错，那还磨蹭什么？两人抓紧结婚啊！你谁啊你？这怎么就催婚上了？关你屁事！振业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催婚这事儿吧，怎么能先催女方？得先催男方。要催我那孙小子啊！徐总，徐总，董事长和郑总已经为您接到了，我还有点事，那我就先。夏之月，差不多得了。我告诉你，阿燕的婚事，我和徐老爷子就做主了。今天就订婚。你这个人，你夏伯父有什么话好好说，这里可是公司。徐燕刚才喊了什么？孙小子，爷爷，你怎么先来了？你要来也不先给我打个招呼。打招呼？我要是打招呼了，我还能见到你和我未来的孙媳妇儿啊？怎么办？这月姐说过，无论怎样她都不能答应这桩婚事，所以现在我得帮她反对啊。关于婚事，我有话要说。之月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爷爷，夏伯父，咱们还是先去办公室里谈吧。请。妈，知月的行为真的很失礼，会让许家看清咱夏家的。董事长请。妈，我这里有紧急的事要处理，晚点给您打过来。好。你还是要反对我们的婚事？对不起啊，我有一些不能说的原因，必须拒绝这桩婚事。因为知月的婚姻
满是夏家对他的算计，在拿回属于他的股权之前，他不会轻易接受，哪怕是你，也不能阻挠他战斗的心。小霞，说吧，这婚事儿你是怎么想的？我知道你们想让我和徐总联姻，但，哎，这事儿吧，我反对。我反对。你反对？你谁呀你？我是徐总的女朋友啊。对，他俩是一对儿，我不能拆散人家，这样不好吧？胡说八道！阿燕哪来的女朋友啊？老爷子，我干嘛骗你啊？我们真的是一对哦。你是1年前和我孙子一夜情的野丫头。野丫头也是，野丫头配野生男模刚合适吗？对吧，亲爱的？你说话呀！阿燕，你当真是和他？爷爷，我的婚事还是我自己做主吧。您知道的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，所以我也只想和他在一起。我管不了你了。徐老，你可不能不管啊！你们不打算对我说点什么？我能说什么呀？这个事情从头到尾，我都是局外人。行了，许燕，你什么事都知道，再装就不合适了。刚才那种情况，要是再不出来阻止，难道你真要和他结婚啊？我怎么能和徐总结婚呢？这多不合适啊！难道我跟他结婚就合适了？那当然了，你不喜欢他。不对，这是我跟你们俩不合适的问题吗？你们给我出去！徐总，现在怎么办？去找医生，心理医生。哎呀，立刻马上！啊，是。有瓜是不是？老规矩，买瓜50块。天哪！大瓜，爆瓜，要的就是爆瓜，1万块钱！哇，喝！来，我来，就我知道。来，张总监，我也要。快！要是不够爆，那你是我。张总监，这个瓜绝对进了。所以我说了，讲，快讲。就是那个女的，1年前就和徐总发生过一夜情哦。哇，还有这种事情！而且这个女人就冲进了徐总的办公室，义正言辞的和徐总一起拒绝了董事长为徐总和夏小姐定下的婚约。我去，这么猛的吗？还有更猛的！哇，真是没想到。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而且和另一位高管的女朋友。这么刺激，这女人谁呀？这个女人，你说他们怎么会在一起？实习生。咱们公司今年不就一共来了5个实习生，就1个女的。你别告诉我这个女的夏芝芝啊！哎，是她，张总监。我觉得吧，你应该是被您的合伙人徐总给绿了。我被绿？哇！这是
放心吧。夏之日，跟你拼了！苏雨估计又在骂我，所以徐总已经知道我们两个换身了。刚才约在江潮办公室见面，说的就是这事。谁知道我爸和许家老爷子一起过来逼婚了。难怪徐总会一口拒绝我，原来他已经知道我不是你。不过这次你可以放心了，婚事黄了，那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把股权拿到手了。就冲老头子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这态度，只要许燕这条路堵死，他就会立刻找下家。不乐观啊。这不，我后妈这不就来了。哎呀，之日啊，阿姨的话拍出了高下，今天高兴啊，就叫万豪订了餐，今晚咱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呗。我怎么回啊？你跟他说去兰会所。我不想去万豪，要吃就去兰会所吧。好，就按你的意思来。你都知道这有危险，你还让我去，你不怕我羊入虎口？躲不过去，那只能见招拆招了。可是，为什么要在兰会所？兰会所里有我后妈的一个独立画室，我怀疑她偷走了我妈一套帝王绿翡翠首饰，并藏在那里，但我没有证据。当你与她虚与委蛇的时候，我过去看看，正好夏芝芝这张脸也没有人认识。可是兰会所是会员制的高级公馆，我夏芝芝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小妹，你打算怎么进去呢？人我跟你约到了，至于这安排，妈，您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帮您解决麻烦的。这才对嘛，要不然我要你这个干女儿有何用呢？孩子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想要的、想争的，可一定得拼尽全力呀。小雨明白，请妈妈放心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喜欢上了同性，这个算不算心理疾病？不算，性取向是人类的正常现象，与心理疾病或者道德约束是无关的。那还是我朋友，他明确自己喜欢着一个人，但是在遇到另一个人时，他也不受控制的怦然心动了，这算不算心理疾病？这个与心理疾病无关，是与道德约束有关。那如果他觉得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，这算不算心理疾病呢？能确定这两个是不同的个体吗？或者说是您，这一个朋友，他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遇到的是同一个人？不会，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我朋友面前，都是活生生的人，是独立的个体。但是，在某一个时刻，一个瞬间，他们会做同样的事，给我朋友同样的眼神，甚至我朋友在面对两人时，会不可抑制的产生同样的心动。所以，这是病吗？哎，你确定这样做，这夏家就会把女儿嫁给我了？当然，夏老爷子想要的是许夏两家联姻，你把生米煮成熟饭，他的目的达到了，必然乐得成全。不是，这夏之月他搞砸了我和薛小姐的订婚晚宴，让我娶她，我总觉得有点别扭。怎么你还嫌弃上了？我可告诉你，夏之月是夏家唯一的女儿，夏老爷子更是给她留了一大笔遗产。
不想要啊？不想要我找别人合作。哎，没说不合作，着什么急呀？哎，不是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这么做图什么呀？许燕，我喜欢他那么多年，总不能拱手让人吧？好啊，那就祝我们各有所得啊！走了。这是画室的房卡，到时候我会把人给你送过来。得嘞。徐总，你从诊所出来，脸色就一直不太好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那医生跟我说，暗示自我投射，说我同时喜欢2个不同的女人，是因为这2个女人身上都有符合我心中完美恋人的身份。但是你平心而论，她们俩哪里一样了？确实不像，甚至应该说完全不像。所以结论只有一个，我道德沦丧。徐总，如果您属于道德沦丧，那江总监这又算什么情况呢？哎，徐总，能不能有点人性？我在公司被你呲成仙人掌了，你还拉着我游街示众呢？刚刚不都和你解释了吗？刚刚情急之下顾及不了那么多。我现在可是夏芝芝，没有你，我怎么合情合理进入高档的蓝会所呢？对，你说的都没问题。但现在我的人设不允许我跟你纠缠在一块儿，更不会带着你进入蓝会所呀。除了夏家人，蓝会所里又不会出现许氏集团的人，你怕什么人设崩塌？还有你，战斗原则再背一遍。不给好脸，张口就怼，遇事不对，好路撤退。走。你说江城他是不是不知道今天发生的事？哇，整个公司都知道了。那他是怎么做到这么包容的？我也不懂啊。他把蓝会所做什么？哎呀，不是说一家人吗？就你们2位啊？你爸和你弟临时有点事儿，晚点来。你们俩先喝口茶，闲聊一会儿，等他们。来，我听老夏说你在许岩身边当秘书，应该很辛苦吧？快，先喝口茶。老夏又不在，夏夫人这副贤淑温婉的样子，演着多累啊！你听了苏雨给你讲的故事，知道许燕和别人两情相悦，我无福踏入许家之门，你应该感到很开心才对。知道许燕和别人两情相悦，我无福踏入许家之门，你应该感到很开心才对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当然真心希望你嫁得好啊，知月。我是你后妈没错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后妈都带着恶意的呀。是啊，知月，咱妈向来都很宠你，对你有求必应。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下次可不能再说出这种伤感情的话来了。哼，咱们一起跟妈喝一个，庆祝咱妈的话开出了高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极品绿茶呀，喝了太多了，一瞧见就想吐，我还是不喝了吧。姐，屋里只有夏夫人和苏主任，我人也挨你教的怼了，现在我是该留下等着，还是起身走人？留下，帮我拖延一会儿，我俩已经到画室门口了。老夏快来了，我去迎他一下。小雨，快再去泡一壶茶。好，正好，我今天带了泡好茶呢。是不是那间？江城，
喜哥，你怎么来这里？好奇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态，还能和夏芝芝一起同进同出？当然是爱他，就原谅他了。谁让绿我的人是许哥你呢？不是啊，这话可不对。我想想，我该怎么跟你解释，这是个误会。哎呀，跟你开玩笑呢，许哥。我早就知道那事儿了嘛。既然你早就知道了，你应该知道我带你给的帽子有多远，牺牲有多大。等等，我怎么听着你早知道他们俩的事了？那不然呢？不然我是怎么变成夏芝芝的男朋友的？还不是我志月姐安排的。所以，你和夏芝芝之所以是男女朋友关系，全是在为他们俩打掩护。对啊。哎，你和我志月姐开房，是真的？叶强，你可一直是出了名的禁欲佛子啊！从学校开始，一直追求你的莺莺燕燕，可从没同意过的。现在是开窍了？因为是他。说人话。他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人。18年前会馆坍塌，若不是他，我现在都不能完整的站在你面前。原来他就是许哥你一直寻找的那个女神啊！那怪不得你会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他现在一门心思都在一个女人身上。哎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不过他俩真的已经努力了，只是一直没什么进展。哎，徐哥，你是要找我和知月姐对吧？她在前面夏夫人的画室里呢。他会收在哪里呢？老夏家快到了，我去迎他一下。好，正好，我今天带了几泡好茶来。夏总要到了。放心，一切我都准备好，一会我已挑选一个真正适合你的联姻对象。夏家小姐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啊，你谁啊你？哦，我是来打扫卫生的，以为没有人在，抱歉打扰了。啊？打扫卫生啊？我知道，你就是跟夏之月一起进出的那个女人，对吧？姑奶奶在铁拳吧？我亲眼看着夏之月进了包间，你现在告诉我他在画室？徐哥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是，进画室的是夏芝芝，但是他内心的灵魂是我知月姐呀。什么？哎呀！哥，你做什么？我在抓小偷啊！哎，知月姐，知月姐，你醒醒啊！知月姐，你醒了，你没事吧？我回来了，我回来！不好，知月姐在这里有危险，你要害她！不好，芝芝。知月，
君，君，你没事吧？救下芝芝，去救下芝芝！你清醒一点。君，你怎么了？不对，你不可能在这儿，一定是药力作用。你走开！君，君，是我，你看清楚，是我，君。放开我！许愿，你是许愿，快救下芝芝！快救下芝芝！没事，没事，夏芝芝没事，她已经被救出来了。君，君。是。This is the end. Tell me 我是爱子。难为你，对我这么念念不忘。我可不像有的人无情挂心。男欢女爱罢了，我又没许你什么。你留给我的差评，我还记得呢。小心眼。怎么就小心眼了？啊？是谁当时缠住我一要再要的？怎么就扶我差评了？不这么做，我怕你会忘了我。傻瓜，我怎么可能忘了你？现在还觉得真的算是无力吗？可是还是很烫。当然烫了，我呀，正欲火焚身呢。要不，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。解药就在眼前，我还去医院，你傻还是我傻？可我不想吃人之药。但我想趁火打劫。给你一个差评改好评的机会，要不要？小姨夫，我女朋友真的没事吧？她到现在还没醒。不是这一鸣，只是我关心她嘛，你就当我关心则乱嘛。她醒了，小姨夫，回头再聊啊。小婉，没事吧？那脖子还疼吗？怎么不说话？喉咙伤到了？没有。哇，我能在你脸上看到一个害羞的表情，简直是人间奇遇啊！那个江总监，我是夏芝芝，不是知月姐。知道，知月姐已经被我许哥抱走了，这会儿在一个被窝。放心吧，一切我都准备好了，一定会为你挑选一个真正适合你的联姻对象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是想起不好的事了吗？别害怕，你是安全的，你没有受到侵害。谢谢你啊，江总监。不是，你不要叫我江总监，桑总、江总，
你这样我不习惯，你就喊我江潮吧。江潮。喂，木生大人，这么早给小的电话，是有什么旨意吗？哎呀，我听小姨说你有女朋友啦，那我下周回来啊，我要看看哪个如花似玉的丫头把你这混小子的魂给勾了。我妈说下周来看我，见我女朋友。哦，现在整个公司、会所乃至朋友圈的人都知道你是我女朋友，你千万别拆我台啊！知道了，男朋友。这还差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女朋友租金价格吧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我眼前，给我滚！不要，妈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最后一次，我一定可以。你没有机会，我从来不养废物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不是说好了不要再打扰彼此吗？我不是来打扰你的，有件事儿很疑惑。你说我哥和江潮为什么对夏芝芝那丫头叫知月？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居然和1年前一模一样。这不是怕你不负责，想身临其境唤醒你的良知吗？许嫣，你忘了我以夏芝芝身份的时候和你说的话了？任何人都不能阻止得了我战斗的决心，包括你。是啊，跟你说啊，一个早上真是太夸张了。哎，一个早上全是过来献殷勤、求关照，然后还张口闭口叫我许夫人，我是硬也不能硬，拒也不能拒，就只能假笑，笑得我脸都僵了。对呀，所以现在我就只能请假回家来躲一躲啦。开个价吧，你要多少钱才能离开我大孙子？爷爷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。不要乱叫，我不是你爷爷。这里面有1000万，请你拿上卡，离开我大孙子。哇哦，传说中的幸运环节我也是体验到了，砸钱我喜欢，可问题是，我俩也没在一起啊。抱歉了，徐老爷子，您的这事儿我办不到。再给你1000万。丫头，年纪轻轻的，胃口不要太大，小心得不偿失。不大，我可以离开徐总，要不您再加一张，凑个整呗。夏家小姐的姿色和身材，果然是极品，我很满意。可我对你不满意，所以你可以走了。夏之月，圈里人谁不知道，徐燕宁可娶个实习生，也不肯娶你。你在这儿给我装什么装？实话告诉你，夏总和夏夫人已经亲口许你嫁给我。你现在给我道歉，我还能原谅你？原谅你恶心到我了吗？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夫为妻纲。
我未婚妻轮得到你来教？徐总，你不是拒绝了夏之月和一个实习生在一起了吗？那个断不行吗？看我变成渣男，你很开心吗？当然，我可是女暴龙，只有劈腿渣男才能与我看成姐妹，也才能让我后妈想尽一切办法促成我们的婚事。不过许燕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夏之月，从现在起，才是你的人。你们俩怎么换回来的？可能是我和芝芝一起遇到了危险，然后在某一瞬间心跳同频，所以换回来了。我有个问题，你们怎么知道徐老爷子要让我拿钱走人啊？豪门传统艺能不难猜。你拿了多少？姐说让我拿狠点，不然不知我就……拿了1个亿。恭喜你啊，财富自由了。我？这可是你离开徐总的分手费，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？赶紧说好吧。放心，我知月姐向来好狠，许哥也不小心。委屈你了，让你以这种伤害名声的方式退场。1个亿呢？不委屈，真不委屈。我爷爷解决到了夏芝芝，看样子我和你的婚事也得抓紧办了。你不是说我全部拿到钱绝对不结婚吗？为了给我们的亲人吉宝的亲人一份大礼，所以我们决定卡爸爸。没错，我入赘夏家，这样我们俩婚事结了，但之月并未嫁给我，那么她的股权继承权依然在。对呀。好好，你和许燕结婚了就好，再也不用为你的终身大事操心了啊！哈哈哈哈。结婚确实是好事，之月之前还闹着不结婚的，这怎么突然就……这证不是假的吧？办假结婚证可是违法，我懂法。不是假的，那当然好了。我只是有点好奇，你怎么就想通了？不是我想通了，而是我不结婚，您啊就给我介绍些歪瓜裂枣来相亲。唉，看得我是头疼。既然这婚事逃不掉，许燕拗不过他家老爷子，那就干脆结婚了，图个彼此清静。这结婚证办了，这婚礼也得办。我现在就去和徐老爷子商量你们的婚礼。我爷爷遗嘱上对我的附加条款什么时候宣读？我都已经结婚了，股权也该到我名下了吧？是啊，老夏，之月都结婚了，这属于之月的附加款项嘛，也不必非等着他生日过来，提前宣读吧。那我就安排一下，下周一让事务所和公证处的人前来宣读吧。关于我留给孙女夏之月的31%的股权，若夏之月在30岁之前嫁人，则收回股权，会交给我儿子夏之月重新分配；若并未嫁人，31%的股权便全部由夏之月继承。哎呀，这结婚嫁人，这股权要重新分配，爸爸不知道，那这……我要确定，我爷爷的遗嘱主张，只要我嫁人，股份就重新交由我爸分配，是吗？是的。之月，你别生气呀，老夏是你爸爸，他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老夏，之月虽然嫁出去了，但你也不好让他空着手的呀，不如给他1%的股权，怎么着也是衣食无忧的。说什么呢？她都嫁给许燕了，咱们女婿还能让她过得不好吗？至于股权，她一个女孩子家要什么股权啊？二位，请看一下这份上个月就已公证过的协议。入赘协议。许燕自愿嫁给夏之月，入赘夏家为赘婿。
入赘？你怎么会入赘呢？没办法呀，知月不肯嫁，不愿娶，我就只好当赘婿了。哦，这也是结婚，入赘他也是夏之约嫁人呐。我劝你多读点书，这嫁娶程序是不一样的。我爷爷的遗嘱上清清楚楚写，只要我嫁人，才会失去这份遗嘱。但是今天我未嫁，而是娶夫上门，所以股权你俩就别想了。以公证的协议合法有效，夏之月将获得这31%的股份。夏之之就是夏之月对吧？你猜他活不活得过今晚？你要不想他死，就立刻到民政局来与我结婚，过时不候。夏之之人呢？当然是在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。放心，只要你和我领了证，我就会告诉你他在哪。你还来得及救。你凭什么信我？现在，你可以跟我去领证了吧？当然。你干嘛？苏月，你涉嫌绑架勒索、胁迫他人人身自由及伤害罪，我们将带你回去依法调查。你居然报警！法治社会，我当然要报警。我是不会告诉你他的事，到时候你就找不到他，他必死无疑。你到底是有多傻？公司是有监控的，徐婉带人掳走，你真当我查不到吗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你？我不来，如何抓住企图害别人？所以，人若犯下恶事，可没有一件会逃。走，放开我！老实点，走。为什么会是你？是个实习生而已，你凭什么能得到他的钱？不仅是江潮，还有我哥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凭什么让他们对你神魂颠倒？他只是做了他自己。你说自己是什么意思？他没有什么豪门家世，但他有热爱生活的勇气。他没有狗眼看人低的习惯，更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霸道。就10年了，从对我表白被我拒绝开始，一直在针对我身边所有的异性。到底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因为是你心里只有我，只爱我的时候呀。那不可能，他会爱上我，他不会爱上我。夏之月，从小到大，你哪一点比得过我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勾一勾手指，就能让江潮跟我走。胖子，我们去结婚吧。好，我会走。你不能把他勾走，你不能把他勾走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芝芝，哥，好痛啊！救我，救救我！救我！楚翔，帮我联系精神病院。芝芝，你醒醒啊！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徐婉抓住了。你装昏啊？他脑子有病，我怕激怒他会更疯的，就只能装昏啦。这也是为了避免矛盾升级嘛。你没事就好，可吓坏我。江潮，你真的觉得我很好吗？当然，热爱自己生活的都很好，你也不例外。其实他当男朋友也不错啊。我真的好紧张，你说江潮的妈妈会不会嫌弃我是个普通人啊？安啦，宝宝，他不会的。这么肯定吗？首先，
江家的家产是你未来婆婆白手起家打拼的，不是继承的。其次呢，胖子他玩心重，从未有过交女朋友的想法，好不容易有一个你，估计啊，他以后都得哄着你的。最后呢，你不仅有1个亿傍身，还有我这个闺蜜宠着你，傻子才会嫌弃你。哦，谢谢你志月姐，给我勇气和信心。哎，这你就错了啊！勇气和信心是来源于自己的优秀，我给你的呢是肯定，还有情绪价值。还有就是，要是江潮敢欺负你，我就去帮你揍他。志远，看我给你买什么回来了。哦，姐夫回来了，先回聊。玫瑰、茉莉、爱之茉莉，这花语确实很合我的心意。谁教你的？8岁那年，我遇见了你，记住了这个消息。什么？8岁那年，我遇见了你，记住了这个香气。从那之后，我就一直期待着再遇见你。 8岁遇见我，你的意思是？难道你是？你救下的那个男孩？这也太狗血了吧！你什么时候知道的1年前，澳洲酒吧，如果不是闻到了属于你的香气，不是看到了这个伤疤，我又怎么会变成男模，沦为你的小狼狗？我一直想问你，它很疼吧？阴雨天的时候确实会疼，不过能换来一个以身相许的帅哥，倒也不亏。我要宣布一件事情，1亿元我留下了1000万作为创业基金，剩下的全部交给慈善机构了。不被金钱束缚的女孩，敬你。我也要，恭喜你达成心中所愿。恭喜你收获爱情，恭喜你所向披靡有所得。祝福我，也祝福你们，祝福所有人被幸运之神深爱且眷顾。干杯！